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录过一个这个 Soundbar vs 传统音响的对决影片吗？Soundbar还是要去购买音响。那我觉得最大的，首先的第一点还是在于说你的预算啦，怎么讲？那客人他就是觉得说传统的这种喇叭，第一个就是大。那在那个影片里面，我讲说传统音响，因为第一个它的价格比较高昂，那第二个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大，所以往往造成说很多的新手朋友们他们在选购的时候，他去选择了 Soundbar 而不是选择这个音响。那身为这个音响厂牌的龙头 B&W， 他们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他们便联系了我。那其实我们家是有卖B&W 系列的一个产品的，只是说以目前的开箱的整个进度来讲，就是大家也知道，像电视啊、Soundbar，然后还有其实像我今年的电视，甚至都还没有拍完，然后常常还有一些蓝牙喇叭，然后像甚至还有观众朋友想要听那种 JBL 的一些卡拉 OK 的产品哦。就东西真的很多，那相对来讲，因为传统音响它的一个生命周期比较长，所以我都会把它摆在比较后面的顺位去做一个开箱解说。但是呢，这次 B&W 他就找上了我，然后讲说，因为他也看了那个对决的影片，他也想到说，的确以Soundbar目前的价位来讲，你说1-2万就有了嘛？那你音响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要买一套音响，随随便便我就要花个8-9万、10几万，就是我好像花那种2-3万买的都很烂的音响，或者花3-4万都很差。那他们便想借由这次的一个机会，去推广这个 B&W 这个品牌，以及呢让大家更可以接受的这种算是一个音响，然后以及接受这种。应该说培养一个听音乐、听好音乐的习惯啦，这样子。好，所以这次呢出场的角色就有目前我右手边在这个转盘上的 B&W 他们家600系列的一个书架喇叭，叫做607的 S2。S2 基本上就是代表它是一个第2代的版本啦。那以及呢，这次还有在这个超值组合餐里面的一个来自于美国的线材厂商 AudioQuest。他们所推出的一个叫做 Rocket 33的一个喇叭线哦。好，那讲到这种喇叭线或讲到什么电源线的线材啊，可能有观众朋友讲说，哇，这又是那种玩传统音响的一个大学问。就是常常很多人会觉得说，传统音响除了喇叭本身贵之外，它的配件也很贵，而且会完全是贵的没道理的，就是好像很多那种，简单来讲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很多玄学，或者觉得说这根本就是一场大骗局这样子哦。就是你看那个有时候配件就几千块到几万块都有。好，那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本次影片的重点之一哦。那我们后面跟大家稍微好好的聊一下。然后以及呢，这次呢，厂商他们有建议搭配的一台扩大机，就是在我前方的这个来自于一个品牌叫 Blue Sound 的他们家的 Power Node Edge。就是一台小小的扩大机，所以他们这整个组合搭起来是想要去推广一个算是，我觉得以现代人的空间，假如说你一个年轻的夫妻，可能也许买的坪数买20-30坪吧。我那时候有听我朋友在他们买新房子，随便买一买都70-80万起跳。我那时候听到哇70-80万，那这样的客厅它可以放什么样的一个音响？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种。超值组合呢，就是非常适合小空间，然后你想入门一套好音响，然后你很喜欢听音乐，就是那你就非常的适合哦。好了，那开始进入重点，来介绍这个产品。哦，对了，要介绍产品之前，我觉得要来一个声明，就是说，哎呀，前言太长，我们先进商品介绍，记得看最后的彩蛋哦。好啦，那接着就到影片的主角这一对 B&W 喇叭上面了。首先呢，这一对讲一下 B&W 他们家喇叭的分级啊。简单来讲，他们家喇叭分级非常的好记，3个系列，最顶级的800系列，然后接着是中阶的700系列，那再来是这个600的入门系列哦。好了，那这个607 S2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书架喇叭，其他这个系列还有做落地型的啦。那只是说推广来讲，当然是以价格跟以体积上来讲比较好入手的为主。那虽然呢，这个600系列是B&W 家最入门的喇叭，但是我觉得这个607 S2 呢，其实它在外观的做工上，
它是没有那么妥协的。为什么？因为从我一开箱的时候，我看到它的其实我们在开箱的时候，我第一个会去摸摸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做工哦。就是有时候你说产品做得好不好，你从它的一个外观去触觉去摸它，你就能感受到它的整个像它这前面的白色的站板，然后它的整个漆的一个滑顺的程度，然后以及它木皮贴皮的感觉，甚至去看它木皮的花纹，我觉得你看起来就会觉得说，这对喇叭以它的定价当初，我记得是3万多元来讲，那它是有它的一个就是那种奢华的成分在里面的。然后呢，接着呢，我们要看向它的正前方。正前方你会看到它有一个1寸的高音单体，以及的一个5寸的低音单体。那这个高音跟这个低音单体两个的颜色呢，是色系搭配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呢，讲一下 B&W 他们家这个高音呢，有一个如果你有听过这个鹦鹉螺喇叭，这个是 B&W 他们家一个最高的技术的殿堂所生产出来的一个产品哦。那它的这个600系列这个书架喇叭，其实有用上鹦鹉螺的技术，就是它的高音的后面会有一个小小的螺管。那这个螺管就是让它，因为你音响在放出声音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膜在前后震动的，所以你有前面的音波，也就有后面的音波。这个小螺管就是把那个后面的音波给消除掉，让你听的声音可以更干净。对，就是简单一点是这样子啊。那接着呢，下面这个低音单体就是用他们家。基本上他说他这是用上他们800系列下放的一个算是样式都差不多的一个单体啦，但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外观看起来还不错，那听感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它的整个像这个它有分黑色跟白色浅木纹，我觉得白色浅木纹买起来比较有音响的感觉啦。那接着看到背后的话呢，首先呢，你在它的上方会看到一个低音反射孔。那低音反射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看到它有一个类似高尔夫球这种表面的一个设计哦。其实这个呢是要在讲说，因为你看到为什么喇叭都会开一个洞？其实我们喇叭在播声音的时候，我们不讲说还有那个背后的背坡吗？那这开一个洞呢，就是其实早些时候有科学家发现说，音箱开一个洞，那对于这个低频的补偿是有帮助的。所以现在很多一个喇叭都会采用这种算是开孔式的设计。那开孔式的设计呢，为什么要做这个高尔夫球表面？就在于说，你想想看，你气在从这个孔洞喷出来的时候，它会跟这个你的一个气孔的材质有摩擦，所以呢，基本上你看到现在很多这种算是这种喇叭后面它气孔会有一些特殊的造型的设计啊，不管是高尔夫球表面，我记得还有一些做成那种螺旋的形状的，他们都是为了减少在空气的力学上去减少一个与喷出来的气体摩擦的一个算是机会，那这样你会听到比较少的这种算是喷气的杂音，所以简单来讲，这个设计也会让你听到更干净的声音啊。好，那我们接着再往喇叭的下方看，你会看到4个这个喇叭端子的接孔，有2个红的，2个黑的。可能很多的一个观众朋友刚开始接的时候会搞不清楚怎么接哦，但我简单来讲，你可以想成下方的红黑呢是连接到你的一个低音单体。那上方的红黑呢是连接到你的高音单体，那这4组呢，4组的接孔，它会有2片的铁片去把它接住。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你声音如果由扩大器接过来的话，你不能只接低音或接高音嘛，你都要接住嘛，这样子，所以用铁片来做连接。好，那另外讲一下我觉得它有一点做得非常细的地方在于说，如果你刚拆封的时候，你会看到这4个喇叭端子上面都有一个这种红色跟黑色的一个塑胶孔盖，然后我觉得，像一般的音响厂商可能有的，你就是用指甲随便一抠一抠就把这个红色跟黑色的一种算是封箱的塑胶盖就抠起来，但是在 B&W 上面，你基本上你做不到，你一定要用。我的话，有人会用刀片，但是刀片有人会怕刮伤这个音响嘛，所以我个人的话，我非常推荐是使用一个那种 L 型的6角扳手。你借由某个角度去把它这个塑胶盖子给它镀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哦。好，那这个孔要怎么接，待会再跟大家讲这样。但是就是4孔的一个设计哦，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复杂？就我有看到喇叭有2个端子孔的，为什么这个要做4个一个端子孔？我觉得这很多时候要从古早的时候来讲起哦，就是
大家要知道，在早期的一个扩大机啊，常常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前常常看扩大机为什么分什么前级要分后级，但是现在的扩大机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综合扩大机就搞定了，就在于说以前的扩大机它很难做到一台功率又非常大，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所以才要拆什么前级或后级嘛。那喇叭也是一样，以前的喇叭呢，你很难靠一个扩大机去推好的话，你怎么办？你就要采用2台扩大机嘛。那你用2台扩大机的时候，你的那个高音端子跟低音端子就要做出可以让2台扩大机去接的孔。所以你看4孔的设计，它配2台扩大机是刚刚好的。但是呢，这样4孔的设计，你说到近代的话来讲，是不是有其必要呢？我觉得，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啦。也有人说4孔的一个设计可以让你在线材的搭配上可以去玩更多样化的一个音色。但是我相信对于这个入门音响的朋友来讲，就是你光筹这个买音响的钱都很困扰，你根本没有时间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玩这个4孔的一个端子，我要用什么样的线材去玩它们。就是我觉得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多余啦这样子。但是不用担心哦，这次的这个厂商都帮大家想好，就搭配的线材其实也是直接对应好的这样子。好了，那讲完了这个喇叭的一个算是配置了之后，那其实听感我待会跟这个扩大机，然后还有线材一起跟大家汇报一下。接着讲完了喇叭，我们来讲这次搭配的线材。好，讲到了线材，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一场骗局嘛。那我首先先来讲一下我的一个就是我的感想啦，就是我觉得这么讲，可能很多人觉得说线材啊怎么讲很多学问啊，都是一些感觉很玄学。像我怎么介绍这个 Audio Quest 的线呢？以它官网的一个各种的数据来讲，首先呢，他说他用上了这个长结晶的一个铜粒。所以它的线材来讲，长结晶的铜粒在传导上面呢是传导效率更好的。第二个呢是它这个铜线的表面做了一个叫完美铜的一个处理，完美平滑的一个处理。然后呢再加上它本身这个线材的里面的那个铜芯在做绞绕的时候，它有一个特殊的角度去做一个绞绕的结构。那以及呢，他们这个线的正极以及负极之间，它加了不同的材料去做一个 EMI 抗干扰的加强。像它负极就讲说，它用上这个石墨材料去做这个批复，让它的整个抗电磁的干扰更增强哦。那当然讲了那么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行销的话语啦。当然，你说这些东西摊开来看，可能以材料学来讲，就是以可能很多的这种科学来讲，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但是我觉得观众朋友们最好奇或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说，那你那么精密的东西去做这个线材，那我真的听得出来吗？就是一个音响最重要的其实不就是喇叭跟扩大机吗？那你用上这么一个精密的材料，用在这个好像很微不足道的线材上面，到底能改善多少的听感呢？那我觉得关于线材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哦，就是如果你是什么都还不太懂的观众朋友，其实我建议说，你不要花太多投资在线材上面，等到你音响听了一阵子之后，你再去换。为什么呢？我觉得这跟改车有点像哦，就是很多时候你改车，有些人去买什么避震器啊，去改那个什么车子的微电脑啊，就是它里面有多少科学的依据，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当改了之后，你开起来，你会觉得，好像有感觉哦，车子的感觉不一样了。那我花的这个钱到底值不值？你在心中就会有一把尺去做衡量。我觉得线材同样也是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很多时候他讲了很多的一些科学的依据，但是最后你怎么决定你要不要买它的？很简单，我把它拿回家换了试听，或是我在现场请店家换给我听，我去听那个差异，我听得出来差异，那我心中再去衡量要多少钱这样子。所以要买线材或要玩线材，我觉得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你本身是要有一个音乐音色上的鉴别能力的。如果你没有音色上的鉴别能力，你就要买线材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你知道吗？如果你改车的你都不开的，然后你改了一大堆配件，你买了什么 ANG 配件，然后你结果都没有在开，那其实你基本上就只是改一个虚荣心而已，好不好？好啦，那讲到 Audio Quest 这个线材的品牌，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现在你要讲说线材比较大的厂牌啊，也没有几家了。为什么？美国的 Audio Quest， 那这个 Nordost，
那再加上一些可能比较 high end 的，可能 CLTech， 那这种 CLTech 是很贵的一个线材品牌，那种就我觉得跟一般人你也买不到这样子。那现在还有什么 Wireworld 线材的品牌真的不多，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些线材如果是骗人的话，我觉得那倒也不必。为什么？因为你看今天这些线材品牌，它从4-5千块、1万块、2万块、10几万都有做嘛。那我跟你讲你可能要骗穷人的钱可能比较容易，你要骗有钱人的钱，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更难的。为什么？因为有钱人他比你更精打细算啊。你看你那有钱人，他每天那么会算，他每天算他的投报率啊，算的我要买这个哪里的房地产，它的投报率是多少啊？结果你要他买一个线材，然后他又听不出来，等于说这跟诈骗他的钱是没有两样的事情。然后你想想看，这样子这些厂商还能活这么久，就是我觉得，所以有人会觉得说线材都是一场骗局，我觉得那也不一定啦，这样只是说这个东西各有所好这样。但是呢，今天呢，这个 AudioQuest 他们所搭配的一个 Rocket 33呢，我来简单讲一下，它呢是一个这个扩大机端呢是2头的结构，那对到喇叭呢，它就直接采取一个4头的结构，就是2个红2个黑，所以你在接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只要照着它的一个指示接，就是像它连低音，连哪边要接哪一对要接高音，然后方向要怎么接，它都帮你标好了这样子。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线材分什么方向很好笑啊，就是我有看过有人科学的讲法是说，你这个线材呢按照这个方向去接了之后，第一个是这个线材在制作的时候，他们这个在提炼出来的时候，这个铜的方向是有方向性的，所以你沿着这个提炼的方向去做这个接的时候，它会更好听。那第二个我还有听过说，就是你这个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你这个电流在你这个导线里面走，那走久了之后，它会改变你的一个这个铜粒子的一个算是方向，有点像鱼鳞顺向跟逆向，然后这样听起来就会不一样，这样子就是有各种那种科学的，或者是叫科学吗，或者玄学的讲法这样。但我觉得简单来讲，对我来讲就是说，今天一个大厂或是一个有规范的东西它把方向标出来，我觉得是好事啊。就好像很多时候你有一个规则，不管它有没有意义，但你让这个事情变得有系统，我觉得不一样。假如说做捷运，左边是要用你要走的人，你就是走左边；你要不动的人，你就是站右边。那这个事情本身有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说站的人就站左边，跑的人跑右边？其实也可以嘛。等你定一个规矩出来之后，大家照着做，那很多事情便开始有一个系统。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喜欢有规则、有规矩、有系统的这个事情啦。那讲那么多，很多人说啊，那到底这个线接上去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我简单来讲啦，就是当你没有用这条线，我有用一条普通的铜线在听的时候，我觉得整个音色来讲，它的高频的延伸，就是空气感、空气的细节没有了。用这条线的话，它的空气感的细节比较好。第二个呢，在于说音乐的动态，就是我之前有讲说，好的扩大机跟差的扩大机它差在哪里？就那种有点像乐手，你请人来演奏，然后你花了1亿元跟花了那种100元，就是一种是没什么吃饭，就音色都鼓都音色都打一样。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它演奏很有激情，它动态。大小声啊，一些那种音色上、音量上变化变得比较明显，就比较夸张一点这样。所以我觉得用完这条线，其实基本上还是有差异的。用好的一个喇叭线是有差的这样子。好，那最后再来讲到一个扩大机哦，原厂它搭配一个比较小型的这种算是低类的一个扩大机。那以这对 B&W 喇叭它的一个规格来讲，它的低音到高音，我记得低音是从50几赫兹到28K 吧，然后这样的频率来讲，高音延伸算是不错的。然后它的效率值是84 dB， 其实以现代的喇叭来讲不好推，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常常很好奇说不好推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喇叭说不好推，但是接扩大机接小瓦数的，那音量开很大的时候还是很吵啊。就是不好推是怎么个不好推？是音量推不大吗？还是很容易推得很难听哦？这样子，我也必须坦白讲，就是说以现代喇叭的不好推的定义来讲啊，以前喇叭的不好推可能指的是说音量根本就出不来，
因为以前的扩大机功率不大嘛，那再加上这个效率值也，如果喇叭做的不高，那音量根本就出不来。但以现在的扩大机，随便的那个功率都很好做，然后喇叭的效率值也都很高，就算喇叭效率值低了一点，那扩大机的功率也很大，就是直接音量一开大，那也就的确音压就很强了嘛。所以我觉得对现代的人来讲，一个喇叭不好推的地方在于说，你用功率比较小或比较差的扩大机的时候，你听到的音色会比较，第一个就是低音，低音会没有那么的沉；第二个就是你所有的音乐的细节会比较挤在一起。这个要怎么形容呢？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形容。为什么？因为像我用比较高阶的，假如说雅马哈的3-4万块的扩大机在推这对喇叭，跟用这个2万出头的这个小型的扩大机在推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你说低音有差，那不用讲，因为你功率越足的话，你整个低音是最吃那种能量、最吃功率的，那你的整个那种鼓的一个劲道都会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说音色挤在一起，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你用好的扩大机推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的定位、立体的定位比较好。怎么讲呢？就是你在听桑巴的时候，如果你听一些环绕的音响，你会觉得哦，这个子弹从前面穿到后面了，那这边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去了，对不对？你在用这种好的音响搭配好的扩大机的时候，你听那种立体声的音乐，你会觉得很明显的有所谓的左、中、右3个方向的一个音场或者是立体感。你用好的扩大机又更明显。然后音色挤在一起的叙述，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像你用比较普通的扩大机推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鼓啊、吉他啊或钢琴，就虽然好像都有听到，但是你要很认真，你要很费力的去听。就他们这3个频率段好像都粘在一起，这样或者发声点都粘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今天你用好的扩大机去推的时候，你会觉得，钢琴跟鼓跟那种贝斯跟音乐跟背景一大堆的乐器是分得很开的，就是你很轻松，你都可以听到钢琴，你很轻松可以听到鼓，你很轻松可以听到贝斯，你可以很清楚听到他们每一个的线条，就你不用很费力的去听。我觉得这样子的形容可能要。就你可能要现场听过，你会比较有一个实际的感受啦，这样子。好，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组合啊，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入门玩的话，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族群呢？我觉得首先在我们之前有录过一个单支桑巴的一个主题嘛，就是首先你会买单支型桑巴的人，你一定有一个很强烈的需求，就是说你想要简单，你不想要太复杂。我觉得单支桑巴的族群你可能会喜欢这样的产品，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用单支桑巴，其实因为你今天你喜欢简洁嘛，喜欢简洁，那肯定有些人他对这个环绕的效果他是比较不 care 的，因为你今天你想要环绕，你就不可能用单支的桑巴去做了。那如果你是喜欢简洁，你又是听音乐很多的人，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买看这种算是传统的音响。为什么？我觉得听这种传统的音响跟听桑巴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传统的音响在听音乐的时候的一个环绕感跟方向感，会比这种桑巴强的很多。什么意思？如果你说你今天看电影，看一个那种飞机左边飞到右边，右边飞到左边，车子开来开去，那肯定还是传统的桑巴会是强项。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听一个立体声的音乐，他在做那种乐器，左边有乐器，右边有乐器，或者是人物的合唱团，他那种感觉，这种传统音响会好上非常的多。而且呢，我们也有想到说，有些观众朋友他们是想要去做一个剧院的搭配，所以呢，除了搭了这种他们原厂建议的一个2声道的扩大机之外，我们还有推出一个，就是你用雅马哈的环绕扩大机去做一个，首先去做个搭配。怎么讲呢？如果有些人你有现有的一个中置喇叭，或你有一些现有的环绕喇叭，或者是说你以后想去组建一个家庭剧院组，那你可以先买一个这样的组合。你买完这样的组合之后，然后呢，你搭配环绕扩大机，那也许你在半年、你在1年之后，你去补足这个中置喇叭跟补足后环绕喇叭，那这样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环绕的系统了，这样子。所以呢，结论就是说，以目前呢这样的一个超值的 B&W 的品牌来讲，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 ，B&W 它就像车子界的保时捷一样，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有钱，你都会想买一台保时捷来开看。那 B&W
在音响里面也是这样一种神话级的存在，就是说，你可能这辈子你会买了很多的soundbar，然后你会买了很多的其他品牌的音响，但是最终呢，你还是会后悔说，为什么我当初我这一辈子一直没有去买一对 B&W 音响去体验看看，去收藏看看，去好好的聆听呢？目前呢，我们门市有展示这一对 B&W 的超值组合，那欢迎大家来挑战看看说，这个好的线材呢，到底是不是骗人的？就是现场也可以让你做替换去做听听看哦。好啦，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有兴趣购买的，就是有兴趣试听的朋友，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哦。那任何想看的、想听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留言区底下留言哦。我是 Alan， 这次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准备好揭开彩蛋了吗？ Here we go。我觉得要来一个声明，就是说，大家其实看到，我有时候会看到这个网友会讲说，厂商应该给我们一些这种业配啊，或者什么赞助的费用啊，还是怎么样的这样子。那其实我必须要讲的说，从我们拍的目前到现在的影片吧，基本上我有得到厂商什么好处嘛？当然也不会说完全没有，但我要说，我先讲一点，就是我所有拍的影片，所有的产品啊，都是我们自己花钱进货的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厂商假如说啊，他觉得我拍的很辛苦好，请你喝一杯那个珍珠奶茶，你知道那跟我的付出比较起来，这完全不成正比。而且我先不要讲说我要想很多的一个我拍摄，我要去体验产品，我不是说我拿产品我就直接哇这个产品大家挤买起来，这个东西非常赞，绝对赞，买就对了。就是我不太讲，也不太喜欢，因为你知道我的影片其实不是很短，那浪费大家时间看一些没意义的事情，我就觉得那也没有意思。所以东西第一个一定是我都体验过的，然后我把我真实的感受讲出来。那这部分要花时间嘛。那第二个，我拍摄的器材，就是为了让大家比较舒服的画面，我们要买一些相关的灯具。那拍摄的摄影机就不要讲，这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其实我已经花了就是不是10几万，应该有几10万在这上面了。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收音的一些麦克风，就是对于，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卖音响的，所以我对于声音这种东西，我也是算是有一点龟毛或者吹毛求疵的这样。所以呢，这些东西哩哩扣扣的花起来，就是你说厂商如果只请我喝一杯珍珠奶茶，这对我的那个付出来讲，其实是就是这大概我觉得这也不算是什么一个奖励啦，这样子。好，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我们跟很多网红不一样，在于说，其实你有时候你拿钱了，你拿很多钱了，那你拍东西，有时候你真实的想法也是讲不出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拿钱了，你要，其实人家就是要你的一个，就是他就是想要你的粉丝，然后听见你都讲了满嘴好话，然后希望消费者掏钱去购买嘛，这样子。那显然呢，这跟我的一个习惯或跟我的一个想法比较不符合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我们现在拍摄的东西就是我们都是自己花钱进的，然后讲的也是我们一个真实的想法这样子。好，那第二个点就在讲说，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会觉得说，像我有时候看到评论说，你以前讲什么产品好像很不错，那怎么到了大比较的那个桥段的时候，你就讲说这个产品不怎么样，或者产品很普通呢？我必须要讲的是说，我在评论一个产品的时候，基本上我会讲说，稍微比较客观去讲说它优点及缺点，就不会去下很重的一个批评。为什么呢？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跟整个市场的销售状况有关。怎么讲？简单讲就是说，你一个东西像 BOSS 好了 ，BOSS 的音响，如果它照原价买的话，哇，那个价格就很臭很贵，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你 BOSS 的音响做促销，做一个5折促销，我跟你讲，那马上人都冲进来，每个都说我要买这样。所以一个东西的好不好，它是有包含第一个就是价格因素嘛，那第二个就是有时间因素。什么意思呢？你2年前的产品，你在刚发表的时候都是很厉害的，但是你放到了今天，跟现在的一些对手在做对决的时候，相对来讲它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这样。所以大家记得你在每一次看影片的时候，你要想的是说，我讲的状况是以目前你看到影片的时间点，这个最及时的一个比较的状况，所以就大家的千万要记住这样。好了，那接着就到。